聚焦战场动态，剖析地缘争端。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远山。视频制作不易，请您尽量看到最后，并给我们点赞留言，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谢谢大家。2025年1月10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052天。先来看最新前线战况。库尔斯克前线，乌军在苏甲北部的小洛克尼亚突破，并将47旅调到那里，静等俄军的反扑。昨天，俄罗斯组织了一支由50件装备组成的机械化进攻纵队，向乌克兰47旅的阵地发起了6轮的进攻。在进攻纵队的最前方是装有拖网的坦克，用于清理通道，坦克、步兵战车、装甲运兵车甚至4轮车紧随其后。乌克兰47旅全旅出击，在友邻部队的协同下，最终消灭了俄罗斯将近1个连的装备，并打死打伤上百名俄军。在另一个方向，乌军这2天利用冰冻天气，绕过了俄罗斯人布下的超级地雷阵，继续向毕大索尔达斯科耶挺进。俄罗斯博主称，据报道，乌克兰军队以连队规模的进攻方式，分3波推进，并有装甲车和无人机支援。不到1周，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发起的大规模进攻行动中，新占领了至少7个定居点。乌克兰在库尔斯克成功的原因，似乎是有效利用了电子战配合的联合兵种战术。从军人到武器，俄罗斯在库尔斯克损失惨重。乌克兰投资远程和无人系统，导致习惯于依靠装甲、炮火和人肉的俄罗斯军队相形见绌。与此同时，库尔斯克的天空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战场。乌克兰空军的主要目标是摧毁俄罗斯的指挥中心，扰乱部队集结，并切断军事通信网络，以配合地面行动。乌克兰飞行员在巨大的危险中展示了大师级的技能，经常在最后一刻躲避俄罗斯导弹，以保证对敌军造成最大的伤害。这是乌克兰陆军航空兵米24磁陆武装直升机机头安装的360度摄像机拍摄到的精彩任务画面。画面中可以看到2架磁陆武装直升机在乌克兰东部低空急速飞行，沿着一条高速公路飞向前线。下图截自乌克兰空军苏27战机使用美国提供的 GBU-39SDB 滑翔炸弹对俄军目标进行空袭的视频。乌克兰已慢慢将苏27改装成了能力强大的多用途战机。再来看乌军主动出击的画面。乌克兰第17重型机械化旅的坦克兵在库尔斯克地区主动出击，近距离摧毁了俄罗斯的多个步兵阵地，场面惊心动魄。再来看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乌克兰无人机在库尔斯克的某个地区奉命突袭某俄罗斯通信基地，无人机绕着这个信号塔上的俄罗斯通信兵转了好几圈，终于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攻击角度，一击毙命。乌克兰战场方面，乌军今天在库皮扬斯克附近成功地发动了局部反攻。在俄罗斯把大部队调去库尔斯克和红军村前线之后，其他占领区的防守明显变弱，给乌克兰创造了局部反攻的条件。这样，库尔斯克行动的意义开始显现出来了。同样得到反击机会的还有托列茨克和克里米纳的乌军。下图为乌克兰第63机械化旅第105营在克里米纳方向进攻位于谢列布良斯基森林的俄军阵地的场景。而在托列茨克战场，当地时间1月9日前后，俄乌双方继续展开激战，双方的争夺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在城市的巷战中，乌军还夺下了数个街区，目前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中。3天前，同样是在托列茨克的反击中，乌克兰控制了当地的高层建筑群，扩大了阵地范围。而在托列茨克外部，俄军的增兵也在继续，他们在 BMP 和 MTLB 装甲车的支援下，试图发起新一轮机械化攻势。
乌克兰第12旅随即投入战斗，利用无人机和坦克发起阻击战。行动中，他们的无人机在俄军的装甲车到达之前就精准地将其击毁，而坦克部队则趁势占领了俄军的阵地，开始清理战场。与此同时，在波克罗夫斯克，乌军也打退了俄军的一波装甲进攻。此役，俄军朝当地的沃兹德维人卡一带发起了猛攻，但没有突破乌军的阵地。稍早时候，乌克兰正是在沃兹德维任卡出击，占领了俄军的数个据点，完成了推进。现在详细的战况还有待观察。好消息，乌军在24小时内再次击毁2套俄军的防空系统。据乌克兰的南方部队通报，他们在过去1天内打掉了2套山毛榉 Buk M3 防空武器，并毁坏了他们的发射装置。不久前，同样是乌军的南方部队，他们还在1天内击毁了2套俄军的 S-300防空系统。乌总参公布的昨日战果，歼敌1830人。最新消息，乌军攻击了列宁格勒的一个军事工业区。洛尔报告报道，当地时间1月10日晚间，乌克兰部队向俄罗斯的列宁格勒州发射了数架无人机，目标直指当地的加特齐纳一带。随后，该地就传出了剧烈的声响，俄军的防空系统一直处于高度活跃状态，双方激烈交火了1个多小时。现场视频显示，加特齐纳市的军事工业区遭到了无人机的猛烈打击，紧接着就燃起大火，在城市的夜间照出耀眼的光芒。当地居民也表示，听到了连续不断的爆炸声，在远郊都能看到军工区的火球。值得注意的是，此地还是俄罗斯第218飞机修理厂的所在地，长期以来，它都承担着为俄军维修武器的任务。目前还无法确认该厂的遇袭状况，但从画面中的大火看，加特齐纳军工区还是遭到了不小的破坏。与此同时，乌克兰的无人机还攻击了俄罗斯沿海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俄媒 Astra 表示，无人机奔向了该地区的科列诺夫斯克一带。据悉，俄罗斯第238炮兵旅的旅部就是在此地。目前袭击已导致该旅的指挥部起火。乌克兰在昨晚再度向俄罗斯各地发起远程打击，现在已陆续有报道传出，俄罗斯奥廖尔的一个能源基地遭受攻击。俄罗斯电报频道的消息称，当地时间1月10日夜间，乌军向莫斯科以南的奥廖尔地区出动了无人机攻击群。从前方流出的一些视频看，乌军击中了当地的一个油库，随即传来剧烈的爆炸声，引发了熊熊大火。当地居民也表示，听到了无人机的轰鸣声，和俄军的防空系统在空中交战，持续了数十分钟。目前还没有更多的现场信息传出，俄方尚未回应此事，相关报道有待进一步证实。即使在2024年12月，乌军就3次重击奥廖尔的能源基地。12月14日，乌克兰空袭了距离前线仅150多公里的钢马炼油厂，导致其燃烧了2天2夜，大量能源毁于一旦。这是奥廖尔地区最大的一座炼油厂，这里距离莫斯科不过300多公里。紧接着，乌军又在1周内攻击了奥廖尔的斯塔尔诺伊孔石油港口，重挫了俄军的海上运输。最后，在12月26号的圣诞节次日，乌克兰朝奥廖尔州发射了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击中了当地的一个无人机仓库。现在，乌克兰似乎再次瞄准了奥廖尔的能源设施。若该消息得到证实，将是乌军在2025年对奥廖尔的第一波攻击。对于这块离莫斯科相当近的地区来说，它的遇袭无疑会带来强烈的象征意义。与此同时，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也在昨晚遭到了空袭。乌军的无人机攻击了该地的一家军工厂，同样造成了爆炸起火。等详细的战损数据，我们等卫星图像出来，也就能知道破坏情况了。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在3天前才刚刚袭击了罗斯托夫的卡缅斯基军事化工厂，这也是罗斯托夫地区最大的化工企业，长期为俄军提供导弹零部件的生产。著名新闻记者，当年揭穿水门事件丑闻的2名华盛顿邮报记者之一，1972年鲍勃·伍德华与另一名记者卡尔·伯恩斯坦
通过其内线深厚的情报及协助，率先披露了水门事件丑闻，从而迫使总统尼克森下台，名噪新闻界。两人也因此获得了1973年的普利兹新闻奖。最近，鲍勃·伍德沃德在他的新书《战争》中披露了其与美国官员谈话后得出的一个大胆的结论：正是由于美国对基辅的压力，乌克兰武装部队被迫允许3万名俄罗斯部队悄悄撤出赫尔松右岸。大家应该还记得，乌克兰军队2022年11月收复赫尔松时，3万名俄罗斯部队在乌军的重重围堵之下，竟然得以安全撤退到第聂伯河东岸。其实当时的战况对俄罗斯人相当不利。占领赫尔松的俄军当时有2条后勤补给线，一条是和俄罗斯领土接壤的乌克兰东部，另一条是通过克里米亚大桥和俄罗斯领土连接的克里米亚半岛。2022年9月份，乌军在东北部对俄军发动大反攻，成功收复了大约2500平方公里的领土，使赫尔松俄军的后勤补给受到严重影响。1个月后，针对克里米亚大桥的袭击重创了另一条俄军重要的后勤补给线。这次爆炸导致公路桥和铁路桥部分损毁，虽几天后大桥被迅速修复，但不能承载重物。2022年11月9日，俄罗斯大将谢尔盖·苏洛维金宣布从赫尔松和涅伯河西岸撤军。他声称，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赫尔松和附近的定居点无法得到适当的供应，并且平民面临乌克兰炮击的危险。远山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乌军在有机会包围俄军时，轻易放跑了俄军大部队？现在原因找到了。如果鲍勃·伍德沃德的揭秘是可信的话，当时美国情报部门警告称，如果俄军在撤出该城时失去主力部队，遭受核袭击的风险将会大大增加。根据当时制定的作战计划，乌克兰武装部队应该追击撤退的俄罗斯人，并进行大规模攻击，但这并没有发生。俄罗斯人没有遭受重大损失就撤退了。原因在于，在俄罗斯撤军之前，有美国情报官员警告拜登，炮击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有50%的概率会引发普京的核攻击。格拉西莫夫打电话给美国人，他说，如果损失惨重，他们将在从赫尔松撤退时使用核武器。此后，俄军有了某种安全保障，将所有设备和人员都转移到了左岸。美国对核武器的恐惧迫使乌克兰武装部队放弃攻击。此后，俄罗斯人悄然全身而退，这使得俄罗斯联邦得以保存力量，重新集结并占领乌克兰大片地区。说说乌克兰第155旅，也就是在法国接受装备和训练的基辅安纳旅出现大规模逃兵的事情。此前有消息称，第155旅刚部署到红军村方向，就有1700多人逃跑，导致红军村南大门设伏琴科丢失。但由于无法通过交叉验证来确认它的真实性，我们一直没有提及此事。根据最新消息，乌克兰 SBI 日前拘留了155旅的一个连长，他涉嫌擅自离队，并煽动其下属这样做。据 SBI 介绍，去年年底，该中尉不仅没有遵守将其所率连队调往其他部队的命令，还命令士兵逃离战场。以此来看，第155旅的确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逃兵现象。另外，综合乌克兰国家新闻社和基辅独立报等外媒报道，乌克兰陆军司令米哈伊尔·德拉帕特也于1月7日承认，由法国训练的乌军第155机械化旅出现逃兵现象，但未透露具体数字。此前有消息指，2024年3月至11月期间，该旅超过1700名士兵擅离职守，引发乌克兰国家调查局介入刑事调查。德拉帕特在当地电视节目中表示，确实发生了一些逃兵事件，我对此感到非常不满。这些问题本应由各级管理层在实地解决。这是乌军领导层首次公开承认第155旅的问题。乌克兰知名军事记者尤里·布图索夫早前爆料称，在该旅投入战场之前，已有超过1700名士兵离队，其中50多人甚至在法国接受训练期间就选择脱离部队。1月5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在一次会议上讨论了第155旅的情况，指出该旅存在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但未透露具体细节。逃兵无可避免，每个人都视死如归只是骗人的童话，
但成建制的逃兵现象反映出这支部队存在严重的管理问题。谢尔斯基将军需要好好反思反思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拉姆斯泰因会议上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5亿美元援助。这5亿美元援助包括用于防空的导弹、空对地弹药、F-16支援设备、架桥系统、通信设备、小型武器和弹药、备件、辅助设备等。他还高度赞扬了泽连斯基，称他是创造历史的领导人。据政客报道，欧盟外交代表卡加表示，如果美国退缩，欧盟准备带头支持乌克兰。但他认为，对美国改变政策的猜测为时过早，因为让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强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德国总理舒尔茨拒绝了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出的北约成员国将 GDP 的5%用于国防的提议。另外，马克龙呼吁建立新的欧洲军事联盟，以替代北约，帮助对抗俄罗斯和其他威胁。他说：“我们不能依赖美国或世界其他国家。”该计划是与法国、英国、意大利、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所有寻求加入的国家建立一支欧洲军队。北约会最终寿终正寝吗？布达佩斯备忘录是 bullshit。乌克兰邮政局计划2025年发行的一枚印有泽连斯基标志性语录的新邮票。这枚邮票反映了乌克兰对安全承诺未能实现的真实看法。俄罗斯的 MKRU 日前搞了个有趣的网络调查。如果北约军队空降莫斯科，包围克里姆林宫，你会挺身而出保卫它吗？结果共有2838人参与了这个调查，其中4%选择保卫克里姆林宫，23%选择不去，另有73%选择去帮助北约。这个调查的样本不够大，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但随着这场战争的继续，它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全民性的调查结果。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将是这场战争带给这个世界的最好礼物。在近日接受美国播客主持人莱克斯·弗里德曼的采访时，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达了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看法。泽连斯基认为，普京实际上是一个聋子，即使与他交谈，他也听不进去。泽连斯基强调，普京的本质就是听不见别人的意见。泽连斯基举例说，当你与马斯克交谈时，你谈论的是创新、科学以及火箭技术，探讨如何降低成本以及火箭着陆等问题。然而，普京发射火箭的目的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杀人。他认为与普京谈论技术是没有意义的。泽连斯基还提到，之前有人采访普京时，普京却大谈部落历史。与此相反，马斯克关注的是科技、火星和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泽连斯基表示，应该与那些愿意倾听并理解你的人交谈，这样才能给人们带来和平与安宁。他赞赏川总统的言论，认为两人在通过实力实现和平的立场上是一致的。泽连斯基强调，只有强大才能发言，乌克兰必须变得足够强大。他认为，普京就像哈利波特中的伏地魔一样，不应该被正视，而应该被孤立。然而，现实却是普京被邀请走到光明之中。2025年1月5日，乌克兰超过160位公众人物，包括人权活动家、议员、外交官、学者、知名艺术家、大型商业协会领袖及多宗教团体代表，共同向世界领袖和国际社会发出公开呼吁，标题为“勿对邪恶妥协”。该呼吁强调，俄罗斯的真正目标并非单纯领土扩张或控制乌克兰，而是打破现有世界秩序，重获超级大国地位，肆意干涉他国事务，制止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与独裁政权。乌克兰指出，这场战争对乌克兰而言是生存之战，任何冲突冻结都将无法缓解紧张局势或建立持久和平。乌克兰警告，若国际社会不对俄罗斯施压，反而要求乌克兰在领土和主权上让步，将等同于乌克兰的失败。这将向中国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发出错误信号，导致全球局势进一步动荡。相反，有效制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不仅能解决民主世界的诸多问题，还能重建基于规则与相互依存的世界秩序。
以色列国际新闻电台 I24 News 12月2日披露，美国情报机构发现，自也门叛军组织青年运动，也就是胡塞武装，开始对红海船只发动袭击以来，就与中国建立一条复杂的武器供应链，由北京暗中提供武器，换取挂上中国国旗的船只可以安全通行红海。美国情报人员向该媒体透露，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已在中国建立一条复杂的供应链，使他们能够取得自身弹道导弹和巡弋导弹所需的先进零件和导引设备。中国则以保障自身船只安全通行红海为条件应允。海事数据证实，与中国有关的船只可以继续在红海航线航行，而没有成为攻击目标。目前，仅去年3月发生一起中国邮轮遇袭事件，疑似是因为青年运动瞄准失误。胡塞武装目前正寻求对世界上最重要海上航线之一的红海建立持久控制，直接威胁国际贸易和区域稳定。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